世人从头到尾只叫她施南生，没有人敢称呼她一句许太太。当看到为徐克兜底的女人离世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不撕破脸才是对渣男最彻底的惩罚。2026年7月13日深夜，各大官媒发出讣告，施南生女士因细菌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，享年75岁。而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香港电影圈的人大多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张艾嘉前几天去医院探过，林青霞也去了，但最让人破防的细节莫过于离婚11年的徐克寸步不离，守在病床前整整2天。面对蜂拥而至围堵的记者，那个向来诡谲张扬、怼天怼地的鬼才导演只疲惫地说出一句：佢一直堅持到最後生命一刻。短短几个字，全网破防。有人说这是来自前任的意难平，也有人说这是徐克迟来的悔悟。可在港圈所有人眼里，这不过是施南生用半身颠沛换来的最后体面。很多人熟悉徐克，都知道他是撑起了港片武侠美学的半壁江山，但极少有人知道，徐克所有封神的经典作品背后，都站着一个万能兜底的女人。施南生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施南生就没有巅峰时期的徐克，更没有风靡全球的港片黄金时代。施南生出身香港富商家庭，从小眼界开阔，游历四方，精通5国语言，还手握伦敦理工大学计算机和统计学专业，文凭、智商、情商双在线。70年代回港后，他横扫各大电视台，凭一己之力梳理混乱的行业制度，把杂乱的制片行政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年纪轻轻就坐稳节目副总监的位置，是圈内公认的能干狠人。就连心高气傲的倪匡都直言自己在施南生面前甘拜下风，而一书更是直接以他为原型，塑造出了流金岁月里通透独立的蒋南孙。可就是这样一个雷厉风行、气场全开的女强人，遇上徐克之后成了一个恋爱脑。1978年，两人偶然邂逅，一眼结缘。而彼时的徐克刚和卖家黄百鸣等人成立新艺城，这几位创始人个个都是编导演全才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撑起一部戏。但这群人有个致命伤，他们都不懂经营管理，账不会算，预算不会做，发型更是一窍不通。最后还是施南生辞掉原本高薪的工作，以徐克女友的身份入局新艺城，成了这群天才背后唯一的定海神针。他管了新艺城的账，立了规矩，建了体系，他设计的账务系统，香港各大电影公司用了20多年。不仅如此，他眼光极具前瞻性，早早带着最佳拍档奔赴戛纳电影节。在看清华语电影的短板后，主动调整创作思路，精简对白，强化动作场面，深耕后期制作，一步步打通全球发行渠道。当年这部影片几乎卖遍全世界，彻底打响港片的国际名气。后来他甚至把《狮王争霸》卖到了韩国，创下160万美金票房，直接倒逼韩国影视行业自我革新。到了1984年，徐克自立门户，创办电影工作室，施南生彻底化身他的专属后盾，徐克只管天马行空搞创作，剩下的融资、片场调度、人脉斡旋、海外发行、危机公关，全由施南生一手包揽。拍七剑时，剧组遇当地人刁难，他不吵不闹，干脆利落谈妥条件，急速摆平纠纷。拍狄仁杰时，为解决火烧镜头的安全隐患，他四处奔走，找到特殊耐火材料，守住拍摄安全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周星驰成了星爷之后是出了名的难搞，可唯独拍《西游伏魔篇》时顺风顺水，而这背后全是施南生在中间协调润滑，理顺所有关节。当时港圈内一直流传一句话，片场解决不了的事儿找施南生，但就是这样一个独当一面、战绩斐然的女人，在感情里却温柔通透，极致包容。1996年，相恋18年的徐克和施南生在美国成婚，为了徐克的事业，为了他坚持的丁克理念，本身喜欢孩子。性情温软的施南生选择了终生无子，只可惜深情未必能换来圆满。数十年的婚姻里，徐克的绯闻从未断过，而最扎心的一次是两人结婚纪念日。那天是男生满心期待，徐克却人间蒸发。第二天，娱乐头条全是他和小姑娘的绯闻照，但即便满心委屈，他也从未公开卖惨、吐槽、抹黑，始终体面地站在那里，不卑不亢。2014年，两人正式结束36年的感情羁绊，而命运最讽刺的注脚是坚持了一辈子丁克的徐克。离婚后不久，便与小助理相恋生子，施南生用半生换来的偏爱与牺牲，终究成了江湖上一段让人唏嘘的旧事。但施南生从来不是恋爱脑情，散治不散。离婚后的他没有陷入内耗，没有撕逼拉扯，只是坦然地将两人关系转为手足与家人。事业上，他依旧是徐克的专属合伙人。徐克后续的长津湖、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重磅作品依旧由他坐镇制片，同时他还操盘了无间道、桃姐、窃听风云2等一众经典港片，拿下柏林金摄影机奖、意大利远东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等国际重磅荣誉，成为享誉全球的顶级制片人。
反观离开施南生的徐克，却像突然被卸掉了左膀右臂。近年翻拍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因选角争议被全网群嘲，被网友吐槽江郎才尽，为资本妥协。也是到这时，所有人都终于看清，不是徐克的才华退步了，而是那个永远为他兜底、帮他规避短板、托举他肆意创作的人，再也不会为他保驾护航了。回看这些年，寥寥几句，道不尽他的传奇事件。他这一生清醒通透又温柔强大，有闯荡江湖的侠气，也有善待亲友的温情。张国荣、梅艳芳离世时，是他强忍悲痛牵头操办后事。他心怀家国，改革开放初期便北上开疆拓土，第一个在香港响应希望工程，晚年更是签下器官捐献协议，以身回馈世间。如今传奇落下了最后一幕，江湖再无施南生。他用半生烟火成全了一个天才导演的全部狂傲，也用毕生心血撑起了港片黄金时代最耀眼的半边天。所谓顶级大女主，从来不是锋芒毕露的张扬，而是施南生这样的来时倾尽全力，去时体面退场，一身滚烫，温柔铿锵。